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李弘毅、王楚然風影燃煤香炸裂全網，一體雙魂大女主是真獨立還是偽女權？說起李弘毅和王楚然主演的《風影燃煤香》，這部劇還沒正式播出，就已經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不小的波瀾。改編自秀堂的小說《偽宋殺手日誌》，2026年2月底在優酷和愛奇藝連播的這部劇，最讓人炸裂的地方不是頂流陣容，而是那個一體雙魂的設定。王楚然飾演的女主美九，白天是宋代溫婉怯懦的世家閨秀，裙擺繡着精緻的纏枝蓮紋，說話輕聲細語。到了夜晚，或是危機時刻，她的身體會被來自21世紀的頂級殺手安九接管，眼神冷冽如刀，身手凌厲果決。郭敬明執導的這部劇據稱斥資1.2億元打造服化道，動作戲由電影《繡春刀》的團隊操刀。王楚然甚至有12套華服，大婚時所穿的寫紋嫁衣單件造價超過了30萬元。然而，華麗的視覺和精彩的表演之下，一個尖銳的問題浮出水面：這位白天扮閨秀，夜裡當殺手的女主角，究竟算不算一個真正的獨立女性？在女性主義話語日益主流的當下，一個試圖展現女性力量的創新型設定，為何反而引發了關於偽獨立女性的批評？爭議漩渦的中心一體雙魂設定深度解析。要理解這場爭議，首先要看清《風影燃煤香》裡雙魂設定的具體樣貌。這並非簡單的靈魂穿越，而是兩個靈魂被迫擠在同一具身體裡的共生關係。主人格美九是典型的古代閨秀形象，她出身詩禮傳家的梅氏家族，表面是公道傳家的氏族，實則暗地裡為皇室培養秘密殺手控賀軍。在家族遭遇滅門慘案，親眼看見父親被殺的巨大刺激下，他才意外覺醒了副人格安九。美九的人格底色是溫柔、膽小、循規蹈矩，連笑都要計算角度。他的生存策略是遵守所有閨秀規矩，以柔弱的表象作為盾牌。副人格安九則來自21世紀，是個冷血精英殺手的靈魂。他心狠手辣，果決叛逆，眼神冷得像冰。飛檐走壁時肌肉線條畢露。安九的存在本質是亂世求生的本能，他的強悍是為了在皇家秘密機構控賀軍裡活下去。爭議的焦點恰好就在這裡。從表層看，白天閨秀、夜裡殺手的模式，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天使與惡魔、真女與潑婦的傳統二元對立女性想象。這種極致的黑白切換，是否只是在重複那些刻板的女性分類？更深的批評指向一個根本性問題：為什麼美九必須人格分裂才能獲得力量？這種設定的潛在邏輯似乎是統一、完整的女性人格無法在敘事中自然承載強大、叛逆與自主性，必須依靠非我的副人格來實現。這是否變相否定了現實女性在複雜社會環境中整合多面性與統一自我中爭取權利的可能性與努力？觀點交鋒場，創新敘事與迴避實質的博弈。面對爭議，支持和反對的聲音展開了激烈的交鋒。支持者認為一體雙魂是一種創新敘事。首先，它打破了古裝劇中單一、扁平的女性形象，通過人格對立的戲劇化手法，直觀展現了女性被壓抑的潛能與內在衝突。王楚然需要精準區分美九與安九這兩個靈魂，甚至為角色設計了不同的書寫習慣：美九練楷書，安九習草書。這種精分式演技成為劇集最大的看點之一。其次，在北宋那樣極端壓抑的時代背景下，雙魂可被視為一種生存智慧的隱喻。美九的表面順從與安九的暗中反抗形成了共生關係。這種白天與黑夜的切換，像極了現代職場人在不同場合佩戴不同面具的生存狀態，
是女性在枷鎖下尋找縫隙的戲劇化表達。再者，從觀看體驗的角度，安九的殺手屬性直接賦予了女主顛覆性力量，為觀眾提供了開掛般的宣洩快感。當美九在家族壓迫下畏縮時，安九會瞬間奪過身體控制權，拔刀相向。這種性格切換被演繹得淋漓盡致。然而，反方觀點同樣尖銳。最核心的批評在於，這種設定可能是在逃避真實的成長過程。用天生擁有或意外獲得的副人格來繞過女主在統一人格下經歷迷茫、抉擇、掙扎並獲得真正心智成長的過程，實則是創作上的金手指偷懶。一個連完整自我都無法擁有，需要靠扮演另一個人格來執行任務的女人，她的獨立根基在哪裡？更深層的擔憂是，這種設定可能消解了女性爭取自主權的現實關聯。它將女性在封建社會中所面臨的複雜社會性、結構性困境，簡化為個體內部的人格切換遊戲，剝離了女性主義的現實根基，可能淪為無關痛癢的奇觀展示。還有觀點指出，溫婉與狠厲的極端分配，可能無意中 reaffirm 了女性美好品質與攻擊性、領導力無法共存的刻板印象。真正的獨立女性，應該是在統一人格中融合理性與感性、溫柔與堅定，而非將不同特質分配給不同人格。跳出爭議礦古偶劇中的性別表達與創作自由邊界。要真正理解這場爭議，還需要跳出風影燃梅香的具體設定，看看它所在的創作語境。首先需要考量的是類型框架。風影燃梅香定位為古裝偶像劇，這一類型天然強調愛情線、視覺奇觀和情節爽感。在這種框架下，引入一體雙魂這樣的高概念設定，是否只是吸引觀眾、製造戲劇張力的合理創作自由？畢竟，古偶劇的首要任務可能是提供娛樂價值，而非社會討論。這裡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消費議題的質疑。隨着獨立女性成為社會熱門話題，影視創作也愈發傾向於搭載這一議題。但當一體雙魂的設定出現時，人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真誠的探索，還是僅僅作為營銷噱頭，對嚴肅的性別討論進行淺嘗輒止的簡化與消費？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質疑並非空穴來風。2025年的古偶大女主劇存在感空前強烈，國色芳華、掌心折腰等10餘部作品密集播出，主角設定高度趨同，出身孤苦卻意志堅定，掌握特殊技藝如醫術、花藝或謀略，愛情觀統一強調自我優先。然而據影視數據平台統計，2025年此類劇豆瓣平均評分僅為 5.2 分，較2023年下降 0.6 分，連續2年走低。超過60%負面評論指出劇情缺乏基本邏輯，難以產生共情。這背後反映了一個更深層的塑造邏輯之問：觀眾究竟期待怎樣的獨立女性角色？是渴望脫離現實邏輯的爽感寄託，還是追求具有現實共鳴、展現完整人格成長弧光的真實力量感？一個值得對比的例子是2026年開機的歷史正劇《江山大同》。這部劇被國家廣電總局列為重點指導項目，打出了女本位歷史正劇的鮮明旗號，號稱要填補100部歷史劇中98部以男性為核心的市場空白。楊冪飾演的馮太後從亡國公主到臨朝稱制的千古遺後，劇本意圖展現她推行俸祿制、均田制、三常制等漢化改革的政治功績。雖然同樣聚焦女性力量，但路徑顯然不同，超越設定之爭，望向女性敘事的更廣闊光譜。一體雙魂的爭議，本質反映了社會對女性形象期待與影視創作手法之間的張力。當女性主義成為不可忽視的話語力量時，影視作品如何回應這種期待，成了創作者必須面對的課題。風影燃梅香的嘗試有其價值，至少它試圖打破單一的女性形象模板，
用戲劇化的方式呈現女性內在的複雜性。王楚然的表演也確實可圈可點，她需要精準區分美九與安九這兩個靈魂，甚至為角色設計了不同的書寫習慣。那種瞳孔變色的鏡頭，被網友稱為演技的巔峰時刻。但爭議的價值恰恰在於，它促使我們思考更多可能性。女性角色塑造是否只能依賴人格分裂的金手指？如何在敘事中塑造出豐滿、強大且人格統一的女性主角？如何讓娛樂產品的創作既符合類型規律，又能承載更具深度和共鳴的性別表達？真正的挑戰或許在於，如何不將女性的力量簡化為能打能殺的武力值，而是展現她們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智慧、韌性與策略。如何不將女性的獨立等同於斷情絕愛，而是在情感與自我之間找到平衡？如何不讓大女主成為新的刻板印象模板，而是允許女性角色擁有脆弱、迷茫和成長的真實弧光？這場關於一體雙魂的討論，最終指向的是女性敘事的更廣闊光譜。當古裝劇中的女性不再只是愛情的附庸，當她們開始擁有自己的慾望、野心與掙扎，這本身是一種進步。但如何讓這種進步不止於表面的設定創新，而是深入角色的內心世界與成長邏輯，或許是創作者需要持續探索的方向。一體雙魂的少女特工，配上兩個風格完全不同的男主，一個虐心，一個暖心，你們更磕哪一對？評論區聊聊。感謝您觀看視頻，請訂閱我們的頻道以支持我們。